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的赛事周报。现在呢 ，LPL 和 LCK 都开始进入到赛程的后半段了。当下呢，出现了大量的爆冷和翻盘，再加上人员更迭，整个局面呢乱成了一锅粥。比如登峰组里接连击败 BLG 和滔博，拿到4连胜的 LNG， 眼瞅着要奔着8-0去了，结果突然一个爆冷0-2被FunPlus 给擒了。再比如最近风波不断的 BLG， 最终选择让威上场一试，就这一试，让轩基本短期就得守好饮水机了呀。而 FunPlus 在爆冷击败 LNG 后 ，CDZ 啊，好不容易长舒一口气，这小老虎又官宣回归了。可以说啊，光人员轮换那就是一场大戏。当然，涅槃组的活也不老少。本以为没有压力的 WE 开始各种科研作妖，从2-0开局直接豪取了4连败。反倒是分组赛时不声不响的 OMG 开始高歌猛进，领跑涅槃组。当然，最变态的当属 RNG 了，他们是上周成功爆冷逆袭了 UP。虽然两队是半斤8两，但我说爆冷主要是 RNG 赢的方式太过冷门。在打野格局发言被 LPL 禁赛的情况下，RNG 让汤圆转去辅助，iWandy 转去打野，结果还真打出了奇效，让一追二完成了翻盘。虽然 RNG 和 EDG 一样已经确认无缘季后赛，但得说啊，现在的 LPL 是真的有点让人看不懂了，煞，写的真是煞。当然，隔壁呢也没正常到哪里去了。联赛霸主菅己虽然在大场金身上依旧未被破，但面对 DK 的强势来袭啊，居然被打出了单场0-20的逆天表现，可谓是不输则已，一输惊人。当然，比起 T1 来讲，菅己已经算是正常人了。在沙特杯夺冠后呢 ，T1 在 LCK 突然来了个3连败，他被韩华扳成双杀也就算了，可输给 Fox 确实是出乎意料。而其中5场游戏，我们的神王宙斯成功打出了总计2-17的研发数据。当然 T1 也不止他一个人干了，现在你看 T1 的比赛 BP， 你能1秒不喷的那都是神人了。那到底大家发生了啥事儿呢？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逆天了呢？让我们开启本周的赛事周报。考虑到 LPL 和 LCK 已经临近常规赛的后半段，所以本期呢我们就按队伍来划分，我们进行一个初步的总结和点评，方便大家对他们的季后赛之旅有一个底。当然时长有限，这期呢也只能聊一半的队伍，等下一期的周报我再把剩下的一半给补上。就先从隔壁赛区开始聊起。跟滔博一样 ，LTL 的另一个 T1 从石油杯夺冠回来后，也跟滔博一样遭遇了困境。目前排名已经跌落中游啦，再输可能连世界赛都进不去了。这段时间 T1 的困境全部归结于某个选手的发挥，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在石油杯前的某期赛事周报，我就记得我是聊过当下版本为什么对 T1 不那么友好的。T1 擅长什么？擅长对线期拿强线权，掌控前中期的节奏。随后呢，通过中期的视野抓机会，快速的终结比赛。所以辅助位和上单位两边线的 counter 是 T1 在 BP 段能够给最多威胁的地方。可本身呢 S14 的版本节奏就慢了，在 MSI 的版本上，拳头更是加强了男爵的伤害，让中期终结比赛的难度更高。这个难度呢，不是说操作难度，而是阵容构筑难度。没有一个能扛的前排英雄啊，在这个版本你是根本就别想中期威胁男爵的。而潮虫的加强也让 T1 不得不花更多的前期精力在潮虫资源上。当下呢，版本 AD 又横行，让 Faker 的很多法师牌也出不了了，下路万剑维鲁斯也被大改。可以说 T1 之前擅长的所有阵容构筑的思路都需要改变。所以 T1 的不适应，它并不是从沙特杯回来以后才这样的。纵观你整个沙特杯的夺冠过程 ，T1 打的就是很艰难的。从 BLG 到 TL， 抛开对手，咱就只论 T1 本身的游戏内容来讲，它也只能叫勉强合格。来之前也是输给了他们的常用充电宝 KT， 虽然最后是夺冠了，可 T1 更多的是凭借着他们独到的 BO5 调整能力和足够深的英雄池，把滔博拉回了他们熟悉的范畴。那你回到联赛的 BO3， 这种基于对手的 BO5 调整能力，肯定就帮不上忙了嘛。你还得去掌握版本主流的打法和阵容。那大家也看到了 T1 有多挣扎了，尤其是 Faker 最近很爱拿的小炮啊，你真说打得特别差也不至于，但确实胜率就摆在这儿，不好赢但爱玩。甚至 T1 打 Fox 时，我们能连着看到3把小炮 EZ 配翠神，跟滔博打BLG时的3把沙皇塞纳奥恩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属于是。这段时间 T1 总有逆天的临场操作，同时经常出抽象 BP， 本质就一个问题，那就是目前主流的中路 AD 体系，它就不适合 T1 的节奏。中路 AD 包括飞机，你说1000到10000，它都只能提供伤害和线权，它是无法带着队伍提速的。因为目前主流的 AD 中路选择上，它都没有控制，它都不具备先手能力。唯一能算控制的 AD 中路，现在也就只有永恩，而永恩这个英雄 Faker 还没有见他出过。从数据来看 ，Faker 唯一玩过永恩的赛场数据，他得追溯到 S10，他拿过2场，还是全明星的娱乐赛。而没有先手就不具备带节奏的能力，你的职责就只有刷钱，然后团战打输出。我知道会有人问，哎呀，那为什么 Faker 不继续玩他擅长的法师中路呢？因为他打主流 AD 的中路压力很大。给一些云观众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夏季赛设计师改动了一个精密系的小符文，他把过量治疗改成了这个吸血符文，只要你补刀，
就能够回血。这个符文就出现就直接把法师给赖死了，而且你打什么小炮、飞机、卢锡安这种有位移的 AD， 你也很难说我叫打野来帮我抓，你抓死一次他其实也不解渴，就只能跟着去玩。但 Faker 玩这种 AD 中路啊，那 T1 就没节奏了呀，尤其是中期，因为这个阶段 AD 中路他就是一个打手，像 Chelvy 啊、小奶油这种选手，他就是挂在边路吃经济，等队友拉扯出机会再站出来。而 Faker 这个选手呢，属于非常积极去找机会的类型，所以这个版本你会发现他玩 AD 中路特别容易给机会，突然给人家单杀了或者被打野抓了，都是很经常的事情。其实打这种 AD 中路并不是需要非常积极的去换血，你推线就行了。可 T1 是很需要 Faker 带节奏的队伍，而你玩 AD 中路想要有节奏，你就得去靠换血。两个都血量健康的 AD 中路，其实拿到线权后的辐射能力是没有区别的，可只有出现了血量差，才能让情况不一样。但问题就是 Faker 这样打风险太高了，很容易会被针对，而且熟练度也确实差点味道。但这种问题在我看来都还是个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 T1 目前对于资源置换做的不好。简单讲就是龙和潮虫的平衡做的极差，导致了很多时候会有逛街没事做的情况发生。比如打 Fox 第一把的潮虫团 ，T1 上路是有限的，他们率先落位开潮虫，然后发现啊对方劫拉6级啦，这边自己位置也不好，结果只能把潮虫给放了，一只都没拿到。而龙呢也没有置换到，结果就演变成了6虫加峡谷全丢，然后速龙也没机会。上路有限，中路平线都不一定能稳吃资源，那就说明判断有问题了呀。本身 T1 阵容就没有主动权，你这样去处理，那就更是慢性死亡。后续 Fox 狂在边线做事，而 T1 呢只能挨揍。这种画面是过去 T1 比赛你很难看到的。其实宙斯对线压的也够多了呀，但没用，阵容就没有抓机会的能力。就大家可以这么理解，3个输出位都需要吃线，所以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得挂在线上，那就只能不停的去推线，才有能率先抱团抓机会的空间。但你前期丢潮虫、丢峡谷、掉塔更快，那就变成了对面来抓你了。而造成这样的原因跟操作是关系不大的，虽然 T1 最近也有挺多操作，真的很变态。那第二把其实阵容跟第一把它又是一样的，只是对线期 T1 比第一场成功太多了，下路直接线杀，中路呢也有优势，上路更是压爆，那就对线滚烂了。这把 Faker 的数据就马上好了起来，上一局的0-4，这把就直接10-0了，人没变，对手没变，只是局面变了。但问题是这种对线期就优势的情况，不可能你把把都做到，对吧？尤其是这个版本打野主流打法还是偏刷的，基本上大部分的对局都是线上自己打优势，打野他是来帮你扩大的。其实大家看2个赛区头部战队的比赛，你没有哪队说是我对线打不过，然后我硬靠打野帮起来的，没有的。所以第3把对线没有大优势，结果又和第一局一样 ，T1 中期完全玩不了，然后就被 Fox 碾压了。虽然 Koma 赛后采访表示输是因为他们准备的方向有问题，但我觉得连着3把这样的 DP， 还是 T1 对于版本潮虫和龙魂优先级没有一个明确判断后的结果，尤其是潮虫，因为潮虫是一个理论上下线差距很大的资源 ，T1 我感觉现在有点过于重视它了，就导致他们拿到线权后投资的方向太公式化。我知道很多人会问，打线权这套不就是 T1 最擅长的？没错，可以前啊 T1 是靠龙的积累来拿中期筹码，可换成了潮虫，而且还不是稳控，那中期就容易一无所有。自从 T1 开始练 AD 中路后，阵容方向就变成了 T1 上中下都想赢线，而且小赢还不够啊，得中赢甚至大赢。第一轮打韩华的 BP 策略，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下路虽然没说打出血 C 的作用，但整体对局来看 ，T1 它是有运营点的，就能玩嘛，只是最后被韩华操作翻盘了而已。前面也说得很明白了，这个版本本身就不适合 T1 肯定他得熬。但打 Fox 开始 ，T1 就开始有点极端化了。它不只是阵容选的极端，而是为了潮虫拿的很极端。所以在打韩华的第2轮时，我们一度看到了镜加布隆这样的逆天组合，就有点因噎废食了。这种阵容基本就放弃了军事团战的机会，对线不优就等于烂。其实 T1 最近打得很粗糙，打韩华的这场失误更是巨多，有些属于受迫性失误，但选手状态也够逆天的。本质来说啊，状态下滑就是进入了非舒适区。宙斯给我的感觉其实更适合去放养，你围绕着他打，反而他会失误连连。站在整个团队的角度，我感觉 T1 现在对龙的重视太低了，几乎前期所有的重心都在潮虫上，置换小龙的优先级是非常低的。其实这个版本绝大部分队伍并不会像 T1 那样有侧重的去思考我要主打哪个资源点，他就是选个多核往后拖。潮虫一定要争吗？不一定。小龙一定要速控吗？也看情况，打的都是很随缘的。很多对局大家打着都很乱，所以也能够看到很多爆冷的情况。T1 就属于这段时间太注重潮虫价值，导致投入过多了 ，BP 已经疯魔了。很多局就算不要虫，转控龙魂也是可以的，但 T1 就是既舍不得虫，又不拿龙。我讲实话 ，T1 能出成绩、有竞争力的版本，都是能够给足龙魂压力的版本。去年世界赛 T1 的控龙率有75%，高的夸张，而今年春季赛也有接近60%，仅次于根基。可现在夏季赛已经跌到50%以下了，这个数据是很接近 Faker 手伤的那个赛季了。T1 很多时候他也不是说我控不了龙，而是他就想追求全都要。
这个在春季赛版本是 OK 的，可夏季赛版本改动后很难做到了呀。大家要明白，宙斯这种进攻型上路，你不管什么版本，它都是会送的，因为进攻本身就会带来破绽。下路线权拿龙才是稳定的那一面，你有龙才有中期给宙斯单带兜底的空间。而Faker现在也不稳定，选 AD 中路带不了节奏，那怎么办？我觉得就围绕龙呗，围绕下路线权来打呗。但T1他不要，他就是要选出纳尔、豹女这种上野，让选手拉开单打，咱别管团战和配合啦，就拿线滚雪球吧。属于是了。在本周5打 KD 的比赛里 ，T1 虽然成功从充电宝手里拿到1分，止住连败，但游戏内容我依旧觉得不够乐观，包括Faker和宙斯的发挥也还是很不稳定啊。他们对于小龙的优先级还是低到发指了。决胜局拉克斯女警下路的优势这么大了，可前15分钟还是一条龙都没有，可见 T1 现在的运营节奏是有点不对劲的。起码14.14版本开始后，小炮飞机这些 AD 中路都被砍了一刀 ，Faker 能掏回法师丸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可不改变运营方向，那我觉得就还是不够的。最后，如果 T1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版本答案，那之前这些代价那都是有价值的。我就是怕这个时间凑的有点太久了，非自然死亡有点过多了，到最后选手调整不回来了。所以对于 T1 我是保持警惕的，我对他们的预期也会保守一些，能安稳撑进季后赛，我都算他们成功，好吧？那歼几的日子就比 T1 好过多了，毕竟是领跑的队伍嘛。虽然石油杯被滔博横扫，但走得早，调整的也早啊。回 LCK 依旧没有任何压力，版本就适合他们。歼几也不拧巴，还是玩回自己擅长那套。中路 Chelby 依旧是刷钱压人两不误 ，Canyon 也是刷着看线上情况，配置的英雄也都能够打出自己的效果，进可线权拿节奏，退可大河兜兜底嘛。甚至需要的时候还能来把爆弹，主打就是防守大闸。你要跟歼几比拼后期团战能力难。可前期想打穿他们也很难做到，你不被穿就不错了。而 King 在石油杯小饮2把，回 LCK 就开始把全能2个字写在脸上了，玩得太花了。前一把还在致敬The Shy掏出卡莉斯塔折磨 Morgan 呢，下一把就化身69了。UD 打武器要的就是相信队友，属于是上单的样子我都有，什么船长、武器杰斯我都能玩。歼几打联赛强度有多从容呢？就拿卡莉斯塔这把来讲，同样的 AD 中路 Chelby 就做到了7分钟且被抓的情况下爽压 Fate 永恩30刀，然后我们看一眼下路 EZ 也压了对面30刀，再看上单抱歉压了接近40刀了，很经典的15分钟输人头但领先3000经济。在整体风格偏慢的 LCK， 歼几的这种配置太舒适了，但联赛内歼几还是输了一局的。这场比赛还真蛮有意思，这是 Chelby 作为目前的 AD 中单掌握者，遇到了传统法师的捍卫者 Showmaker。 롤의 정수, 롤의 궁극. 롤을 이렇게 막 이 뿌리 깊은 거를 옛날부터 이 과거부터 합쳐서 날 돌려 과거로 거슬러 올라가면서 이제 이 리그 오브 레전드라는 게임을 뜯어보잖아. 이렇게 딱 뜯어봐요. 안에 뭐가 있나? 이렇게 한번 들어봐. 그러면 결국 롤의 정수는 미드 뚜벅이래 이지. 예를 들어 신데렐라 같은 뭐 오리아나 뭐 이런 챔피언들을 하는 것이 결국 리그 오브 레전드예요. Showmaker 确实也是说到做到啊！这个版本 AD 中路再火，他也是浅尝即止。整体的英雄选择还是偏法师的，他真的我哭死。DK 呢虽然依旧是1比2不敌歼几，但第一场胜利 DK 是以20-0的人头比横扫了歼几。Showmaker 更是掏出了自己的皮肤卡牌（括弧出 AP 的），完成了全场节奏的带动。这场看着三叔和 Showmay 用着自己的皮肤，还是挺让人感慨的。건부야 죽이러 간다. 说实话，这个版本 DK 的这种阵容，30分钟不拿下，基本就是记了。但你还真别说啊 ，DK 这个队伍他们在 LCK 前中期带节奏的能力是真的很独一档，只是进入中后期的处理实在太垃圾了，各种头昏暴送。不过也能理解 ，Lucid 的年纪摆在这儿呢，年轻人不犯病还叫年轻人吗？何况还有可令。作为今年 DK 的超新星打野 Lucid， 他的盲仔从次级联赛我就印象很深了，这把配合 Showmaker 也是打的进攻行云流水啊，各种点杀。歼几输的跟输滔博士一样，就是不怎么还得了手。我就继续等发育呗，但稳不住，然后就直接记了。其实 DK 打歼几是总能获得前期优势的，因为对线期 DK 的节奏是真的很好。可一旦进入中期，就轮到歼几的 Zoom 了。双方进入刷钱没事做的环节，歼几就开始能展露他们的獠牙。只要你中期对歼几的边线给不了压力，他们就不会露任何破绽。而 DK 就开始频繁进入到有人脱节犯病的环节。后2场 DK 虽然祭出了像炸弹人船长这种新东西，但边线没有卡牌的威胁，歼几即便劣势呢，还能够回到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是毫不意外的完成了让1追2。
目前减几的水平，我感觉依旧是顶级强队。在14.14版本开始后 ，AD 中路许多英雄会走下神坛，在这个改动的基础上，我觉得他们第2轮打韩华的表现，就能看出他们季后赛会不会出问题了。那比起掉队的 T1 和不靠谱的 DK， 韩华是目前 LCK 的2当家。当下他们最猛的火力点当然是以2000多分刷新韩服第1纪录的 Viper。虽然嘴上说着分没用啊，但筛场数据是实打实的好。场均死亡仅 1.2次，排 LCK 第1的情况下，他砍下了分区输出第1和输出占比第1的夸张数据。Viper 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恐怖的输出机器啊！韩华夏季赛目前仅输了2个大场，一场给 DK， 一场给genji，而最近完成了对 T1 的双杀后，势头还是猛的，就看第2轮能否复仇 DK 和genji了。韩华在这个版本表现不错的原因在于选手自我定位足够清楚，花生太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了。他没有跟别人一样一股脑的走什么野核路线，他很清楚自己玩工具人带好节奏就足以啦。队内有 Viper 有 Zeka， 不缺输出，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个版本他还在为波比甚至莫甘娜打野，主打的就是阵容的补全。而 Zeka 在 AD 中路的使用上，虽然没有 Chalby 那种对线就开始压制那么夸张，但中期的边线发育还有团战发挥都是他擅长的点，够用了呀。而老朋友多兰虽然世界赛总做喜剧人，但联赛尤其是常规赛阶段，他还是可圈可点。多兰仿佛是自带土龙魂的 ADC， 就你在破他盾之前，他的进攻性都是给的很足的，狂弄你上嘴脸。可一旦这盾被破了，他就会想起哦，我其实是蛮脆的，这时候才会让我们想起他还是那个好朋友多兰。目前韩华算得上 LCK 强队的标准试金石，能兜底的下路，能起节奏的野辅，单人线也有竞争力，各方面都很均衡，但缺点也在这儿了，太均衡反而容易在 BO5 中失去方向，缺乏变数。我个人还是很希望韩华去世界赛的，不是因为他们有我们的 LPL 好兄弟，而是我确实怀念他们的韩式中文口音啊，还是比较难掌握的。嘿嘿，这都给个回报。我操！那说完 LCK， 我们回到 LPL， 当下 LPL 登峰组变动最大的无疑是 BLG 啦。上期还说呢，不知道啥时候威能上场，这不就来了吗？威这个选手呢，我想大家也挺熟悉的了，咱频道聊他也不是1次2次，只是这些年啊和 RNG 一起沉沦了，就能聊的地方少。对于打野选手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习惯了，你的野区习惯决定了你的风格，而你的风格能否和队伍匹配上呢？这就关键了。这期我们聊 BLG， 我们就重点聊打野位的变更吧。下路组的状态起伏问题，咱季后赛再看看。威呢，我先说他的优点，他的第一个优点就是他的沟通能力和指挥能力很强，他的沟通方式是非常高效的，同时沟通的时机也很好，不会因为分歧而动摇。关于沟通这点啊，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我 MSI 前聊小奶油的这期分析。那威其实是一个在下判断上非常优秀的打野，他真的很有主见，同时呢也非常善于给提前量，很多指挥是给了队友有消化的空间的，不是说单纯的那种看这里看这里的选手。石头人那边肯定有绕后眼的，我们要往前面打的话。就拿微博这场的打团语音来讲，BLG这边决策看上去 B 团这个没有问题，选择绕并选择蹲这些都 OK。打团吧，打团吧，打团吧。慢点看这边，看这边。慢点，你慢点，你要等牛头城那边。边看我，来，我走过来了。我觉得可以看了呀。先打龙。没有看人呀。已经追到了呀。这里威有2个信息就给的很好了，第一是叫兵慢一点，等牛头先上，给了一个提前量。第二呢，则是欧恩给出了让他们先打龙的决策后，他马上修正了。就欧恩的判断，并不是说错了或者对了，因为每个选手他都有自己的视角嘛。但威呢，立马给出了修正，会让队伍集中在了一个决策线上，不然这种团战的一瞬间，万一还有人要思考回不回去打龙，那队伍就脱节了。大家要记住，错误的判断但高效的执行是一定比正确的决策但低效的执行要好的。而威的第2个优点就是很会做保安，其实不是打野的玩家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概念，我简单科普一下。比如打野在刷石头人的时候，或者说去往石头人的路上，两边下路打起来了，那打野肯定就能第一时间赶到。而如果打野在刷 F6的时候，中路打了起来，那也很快能赶到。可如果你打野在刷 F6，下路被抓了，那赶过去的时间就更久了。所以做保安并不是说你完全放弃自己的发育来做，而是有合理的规划得失。尤其对于进攻型的线上选手来讲，打野的位置就是他压人的底气。很多打野呢，他是只看自己的需求来规划路线的，那线上就得管理好自己了。风格呢本身没有对错，那威这个选手就属于很会当保安的打野了，甚至不是保安了，是保镖。他属于可以不刷野也要保证线上的类型。以前他刚在 E-Star 出道的时候，我就说过他是绝石流打野的风格，这就是他的习惯。我们从一个画面就懂了。打京东呢，他的首秀嘛，可以看到京东利用卡牌大招5人集结抓机会，而 BLG 还在排视野的回合，下路被抓死了。我们别看下路，看小地图。此刻呢，京东5个人已经全部给了位置信息，而下路这样被开，那小龙肯定没有了嘛。此刻呢，没有中立资源拿，正常打野有2个选择，一个是回自家刷蓝区，毕竟蓝 buff 快刷了；野区呢也有野怪，等下路复活再去入
入侵嘛。第二呢，则利用此时中上的线权直接去反京东的红区，两个选择都是对的。但威呢选择直接做保安，我硬卡飞机的位置，让中路能够无压力的推线吃塔皮，顺便还用扫描排了一个眼。恶心完牙膏还不算完啊，在飞机硬回线上后，因为这个草没有信息嘛，所以威就选择挂在这边当人肉眼，帮中路拿信息。因为假如他不站在这里，京东的辅助走过来把眼一排，奈特就不敢再压第二波线了。而京东要吃龙，威挂在这里就能够拿完对面野辅的所有信息，奈特呢就放心的持续的去做推线，为后面他去上半区的动线做伏笔。最后呢，也是因为 Missing 的辅助过来驱赶，威才走了。然后呢，又明牌的进京东的上野区。那威从中路进上野区的这个动作，又让 Share 的卡牌不敢做推线了，他也怕大树在红区蹲他嘛。可以看到 Share 上线是很有纪律性的，先点了一个防守眼，才开始吃兵。威在做完假动作后，也没有贪卡纳比野区的野怪，而是选择了先吃峡谷。可以说在下路先阵亡龙掉了的情况下，镖局稳住了运营，拿到了更多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合格的保安嘛。保线上不是说你抓人你 gank 就是保，而是打野出现在了一个让线上舒服的位置，你不用担心被抓，就算被抓也能指望我的打野能够救我。就像一个人肉针眼，虽然看上去什么也没做，但就会让对手很恶心，队友很舒心。当然威也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打野，比如他的打法注定了他很难作为队伍核心来玩，比如他不善于野区对位的攻法，你这要让他玩个和，让队友保他刷的肥肥的，他打不出卡纳比那种味道。同时呢，威善于指挥，也会指挥，但没有人永远能够指挥正确。如果判断力下降，威的决策习惯很有可能会让队伍错失很多翻盘的机会。没有人是完美的嘛，以救世主心态来看他的粉丝，得管理好自己的预期。当然打野本身也不追求什么都要精，追求的是合适队伍。熏和威谁更适合镖局，我觉得都是得看版本的。我不想一竿子打死熏啊。其实很多人说熏完全没有 C 过，这属于刻板印象了，他只是错误判断过多了，掩盖了他的高光贡献。经常就是第一个回合 C 了，下一个回合又送了，他的发挥不稳定，所以让人不安心。打野可以不 C， 但不能送。所以对于熏而言，站在场下看看和自己风格完全不同的打野，也未尝不是一种成长的机会。控制变量确实也挺伤人自尊的嘛，但在我的角度，熏本身和威是存在互补可能性的，我觉得不用太气馁嘛。两人的风格和英雄池真的完全不同，随着版本的更迭，指不定哪个版本又更适合熏了。但得讲啊，威确实给镖局注入了一些稳定基因，虽然可能失去了一些进攻画面，但这就是队伍需要权衡的地方了。啊，电子竞技还是得结果论嘛。不过我觉得镖局激进了1年了，该稍微慢下来打一段时间了。LNG 这段时间的成绩相当好嘛，虽然0-2爆冷输给了 FunPlus， 但接连击败了滔博、镖局还有京东，足以证明了 LNG 当下的含金量。我自己是没有想到 LNG 崛起这么快的，或者说 LNG 终于回到了他这个阵容价值该有的位置。紫卡在这个版本有一点很关键，就是遇到难缠的上路或者兵这种选手，他是可以切防守状态混住的，他不会穿线。而遇到对线比较弱的对手，他又可以作为尖刀打开局面，拿轻钢影甚至 counter 的英雄来 C 啊，不像呼吸那样帮了等于没帮。主要还是 LNG 这个队伍的 BP 做的更适合他们了。我之前周报就不止一次的说过啊 ，LNG 这个队伍开团手真的太墨迹了。好在定组赛确实练得够多 ，LNG 现在的整个英雄池是非常够用的。这个版本 Scott 做到了主流 AD 中路全覆盖 ，AP 能掏的也很多，你几乎很难从中路做 BP 去突破，而上下两路手里的牌也够。从英雄池角度啊 ，LNG 几乎不存在短板，对手很难靠 BP 直接击溃他们。只要自己 BP 思想不出问题 ，LNG 就是目前登峰组发挥最稳定的队伍。当然前提是 BP 不要整他们容易归的那一套。那 LNG 什么阵容容易归？就是阵容开团手是固定的一个点时，它就会很归。比如只有打野能够先手，只有辅助能够先手，那基本就归死了。就拿打微博的这场比赛来说啊，第2把阵容只有一个牛头是先手，所以劣势 LNG 直接开归。第3把也是开团只能看一个落，所以整场打完两边都只爆发了10个人头，很十足的运营局啊。而 LNG 属于开团手，一旦容易被对手有防备，那 LNG 就干脆不开了，我不靠团战来跟你决胜负，我只打反手，所以就看得特别难受。好在这段时间很好的通过 BP 规避了这一点，比如打滔博的2把阵容都很主动啊，所以游戏内容上 LNG 打的就完全没有毛病，开团开的也很干脆，纪律性过剩的问题在这种阵容下就根本不是问题了。再打镖局时输的那一场，你看阵容又是很经典的落单开团，那对线一烂就一输到底。再看输给 FunPlus 的爆冷2把，阵容是不是我说的那种点中点的单开阵容？虽然我们从游戏内容来讲啊 ，FunPlus 更多的是靠团战发挥翻盘了 LNG， 但你站在 LNG 的角度，你会被翻，就是因为阵容没有给到 LNG 选手足够的开团，所以他们开始进入到之前的那种玄武慢盾模式。这种阵容在 LNG 手里它就不好赢，本质上和定组赛时被 RA 翻没有区别，它都是一个输法。目前来看 ，LNG 最好就是让 Scott 拿到那种又能带节奏又能 C 的英雄，像 Scott 的永恩，就是无论对线还是开团都能打得很好，而且又能在边线起到节奏，选手选的对了，舒服了，问题就规避了。现在已经稳进季后赛的情况，
，LNG 主要是看能不能保住复活甲嘛，然后准备好季后赛的 BP。我觉得 LNG 这个队伍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的临场发挥其实是稳定的，但 BP 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BP 如果再选那种单开阵容，我觉得再大的优势都是不稳。而如果阵容开团手够多，那么再劣势我都相信他们能翻。看看后面 BO5 的表现吧，毕竟春季赛 LNG 是直接倒在了第一轮。去年 LNG 在夏季赛的季后赛其实是很猛的，斩落小王 BLG， 还将大王逼入了最后一局。目前我觉得已经可以说 LNG 调整好了，咱期待他们季后赛吧。微博剧现在排在登峰组的中间段落，也符合他们队伍的问题，就是他们其实也不菜，也能打出很多精彩的运营碾压局，但他们又不够强，或者说强的点不稳定。中韩两个赛区的头部队伍都有那种你给我空间我就 C 给你看的选手，可微博不是，登虎呼吸，说实话他们的 carry 画面极其不稳定，不是没 C 过，而是确实要满足的条件有点多，以至于现在微博最猛发挥最稳定的是他赞。现在劳赞啊拿了足足10次 MVP 了，排全 LPL 第一，能跟他相比的就是隔壁的史蒂，拿这么多 MVP。不只证明人多 C， 还同时证明了人有多坐牢。劳赞很多局确实打得好，尤其是那种围绕野区的小设计，确实做得不错。但打野位一定是一个发挥不稳定的位置，而这个版本我也说了，打野还是看先上脸色的。目前微博就是那种呼吸最不 C， 帮了也就那样，而小虎属于帮了可以指望一下，但又不能只指望他。而登呢，在特定条件下很 C， 但有时又会一泻千里。在这种情况下，丹尼又是一个怪人，他属于呢我全都信。很多队伍比如滔博，基本一个 BO3 我只会打一个侧重，我就打下半区或者我就打上半区。而微博属于我看情况，打BLG的第一把赖特的卡莎状态很好，爽杀了10个头。结果第二把BLG换思路，微博也跟着换了，下路开始玩塞纳，开始当工具人了。第三把更是直接炸弹人，然后被BLG来了一波买活送套餐。就看到赖的笑时我都笑了。其实你看队内语音，我感觉他们彼此还是很信任的，但打的游戏内容和 BP 方向，感觉谁都不信，或者说太相信了。丹尼太相信他们能够把不同侧重的阵容都发挥得很好，可事实就是微博剧能打的体系其实不多，核心还是靠野辅联动，野辅能够起节奏，那就能打出完美运营。可野辅一旦僵住，微博季就开季，玩不了一点。虽然这段时间呼吸饱受质疑，他确实也是一坨发挥，但呼吸恶心就恶心在啊，他还真不是一场都没 C 过，他是有那种血 C 局的，和小虎一样，都属于你受不了他了，他突然支棱一下，微博就卡在这儿了。说菜不菜，说强好像也不强，还是登峰组时的评价，推了就行了。指望他们打的游戏内容，我真的很难指望。进入登峰组时，跟 LNG 打满，碾压京东，击溃 NIP， 甚至小虎都拿了 MVP 了，我以为他们好起来了。现在看京东状态堪忧 ，NIP 更是入土，感觉就像一段幻影啊，很难让人再对他们抱有希望。希望他们季后赛的 BO5 能够打我的脸吧。今天登峰组聊的最后一个队伍呢是 NIP， 这个队啊是无法想象的变态。定组赛我们还可以勉强算他一个中规中矩，毕竟当时组内的逆天更多嘛。而来到登峰组，对手全部进化一个档次后 ，NIP 的所有配置上的问题就暴露无遗。其实我前面每期周报都会聊到，就 NIP 这个队伍他没有能够做兜底核心的选手。这个队伍如果打4保1，你都不知道意在哪里。他是最不该急的人打得最急，但最该急的人呢打得最不急。聊 NIP 当然不能离开聊 Rookie 目前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还是他，确实也尽力打了，但没用，感觉他做什么都影响不了游戏的局势。AD 中单本身就不是 Rookie 的舒适区，所以 Rookie 其实和 Faker 一样，他现在处于一个被迫隐身的状态。现在的中路啊，想要 C 基本得满足2个条件：第一，当双方同样是 AD 中路时，你能对线期稳定压制对手 AD 中路的发育；第二，队伍能够创造好足够的收割环境给你收割，而这2点 Rookie 都不具备。Rookie 现在的15分钟经济差它是负的，不是说他真的赢不了线啊，而是他抗不了干扰，很多局就是他中路对线对得好好的，对面野辅过来弄他一下，他没什么办法呀。而 Rookie 这个赛季依旧是猛打猛输出，分均输出呢仅次于小奶油，但没用。Rookie 中期很容易给机会，因为阿 K 他不会做保安，而 AD 中单在这个版本又要蹭局势，让队友来做空间，自己打输出去收割，可又不符合 Rookie 的打法，性格如此。而 NIP 其他人呢，也确实不会创造这种环境，反向奔赴了，属于是。反正 NIP 的比赛最常见的就是中后期，Rookie 在团前呢突然就暴毙了，或者边带呢想找下机会，一下子被对面包围了，因为他打得很主动，所以在 NIP 里他就成为了比亚迪宋。当然其他人也会掉点，但没有老宋那么明显。NIP 这个队伍中期是真的很变态啊！上周打方 plus 时拿男爵一个塔没推掉就算了，这周打滔博又是同样的剧情，就有多变态，大家可能没看不清楚，我讲解一下。哪些是哥哥的经典 EZ 一连给 NIP 一个拿男爵的机会， NIP 也成功拿到了，但是呢山崎和 Rookie 死了，也肯定能接受对吧？滔博呢一个破个阵容，面对炸弹人肯定很难清线对不对？那大家知道 NIP 怎么玩的吗？死了的没男爵 buff 的鳄鱼和卢锡安在线上带线，然后有男爵 buff 的夏
野3个人一直他妈的在野区晃悠反野，我操，我人真的晕了。你就直接跟着兵线推，你给好 buff 早就推掉了。就 NIP 下野3个人，他都是线被清的差不多了才来给个 buff 推一推。有炸弹人的阵容拿了男爵 buff， 一个塔推不掉，甚至连半血都没磨掉。我看的真的是血压高了，不知道在野区逛什么东西。其实本质还是那个问题，就是 AD 类的英雄他就没有带节奏开团的能力，而 NIP 现在的开团指挥就是一坨狗屎。卓和阿 K 他团战前的那种站位就不可能开好团。其实 NIP 的双 C 是能打输出的 ，Fortig 你别看他 C 不起来，但实际上他的输出是不低的，分均输出也是一个前4水平。但为什么 NIP 一坨？因为没人能够开团，或者说开的团永远不是好团。这个游戏你对线期没打好，裂了输了属于没办法，可 NIP 属于那种拿了优势他没有终结比赛的能力，赢 BL 局的那一小局，其实你说真的是 NIP 团队打得多好也不是，更多的就是靠个人能力突破了，对面送了，然后阵容开团的方式又够无脑，所以想输都难。可阵容稍微复杂一点 ，NIP 就拉裤兜了。其实 NIP 的本质问题就跟 LNG 一样嘛，就是该开团的人他不会开。LNG 的解法是让阵容开团更多样，可 LNG 本身这个队伍的整体对线水平不是 NIP 能比，我可以稍微牺牲一些对线强度来换取更主动的阵容。NIP 不行，他对线强度就不如 LNG， 他现在就处于一场未胜的俯冲之中了，只能等乐言来出手了。早知道去涅槃组算了，起码体面一点了。终于来到逆天的涅槃组了。这个赛季啊，命运多舛的 RNG 已经是宣布无缘季后赛了。主要呢，咱讲讲他们现在的情况。在赛季中期队伍大变动的情况下，基本队伍就是一个 LDL 水准的。那即便如此呢，他还是出了问题。打野格局本身就是主播，好不容易赢了一局，没拿到 MVP， 直接就表达了对官方的不满。官方也不客气，直接反手禁赛2场。那本来 RNG 就没米，人都放跑了，现在一禁赛，想凑一个完整的队伍就更难了。没打野就只能别的位置顶上了呗。只能讲 RNG 没了格局，但格局还在，没米就硬整节目效果。反正中辅是互换位置的，乐子是挺多的。最后比赛也能赢，那确实是没想到的。其实刚看到首发名单的时候，我人还愣了一下，快乐组牌是吧？可别说啊，第一局iWandy虽然野区全面落后于 Hiker， 但 RNG 前期还是和 UP 打得比较均势的。20分钟的时候呢，元神又启动了一次，开了一波漂亮的团战，让 RNG 在局面上有了一点小优势。虽然5分钟后就溃败了，但起码呢给了点希望给观众啊，是不是？而 RNG 的摇摆还在继续啊，2-3局 RNG 是直接让中单叉 ZZ 去打野了，结果还真给他赢回了2局。比赛也呈现了另一种程度的精彩。UP 在4分钟幽默越塔，多个够直接扛塔扛死了，然后 UP 就一直在上路大乱斗。这个版本本身就没有固定的运营节奏，那越菜的队伍就越会拖。于是呢，继上次 EDG 和 RNG 的超级拖沓大战后，这场也成功刷新了本赛季的时长记录。第2局啊，双方打到7龙珠加5条男爵才结束，过程反正不好赘述，大家平时打大乱斗什么样，这场就怎么样。第3局 RNG 还打了一个翻盘局，前期在落后5000且30分钟男爵被 UP 拿到，再且小龙还被晴天抢了的情况下， RNG 成功团灭了 UP。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拆家成功，但偷家可是 RNG 的传统异能了。最后也是靠着凯南 TP 成功让 RNG 拿到了涅槃组的首胜。RNG 现在属于是 LPL 最能赖的队伍了，主打就是不赢无所谓，输得慢就行啊。已经是连续3个赛季都打出了赛季最长对局了，除了夏季赛这场的50分31秒，还有今年春季赛的53分，去年夏季赛的46分46秒，打得臭就算了，还打得长。那格局竞赛2场这样乱摇也不是长久之计嘛，所以后面对阵 RA 的时候 ，RNG 又把2队的打野 XBY 提上来作为首发打野了。结局呢也不意外，第1局的稻草人0-4，第2局的杰拉也是0-4，但没想到是iWandy被惨了。第1局之后呢 ，RNG 官网大名单移除了iWandy，随后把汤圆扶正作为首发辅助。虽然第1局拿下，但最终是让 IG 让1追2了。这一场的赛果不仅是让 RNG 直接淘汰，也影响了当时2-4的 EDG， 因为即使 EDG 赢下了最后一场，在胜负关系和小分上都比不过前面的队伍，所以黄殿至此双双淘汰，手拉手备战2025。既然是经典的黄殿虐恋，那说到 RNG 又怎么少得了垂死挣扎的 EDG 呢？ EDG 这个赛季也是一言难尽啊，赛前是要整活的。WD 都赢不了，还谈什么季后赛？然后赛后的休息室训话是让人看了都要沉默的。我现在其实不喜欢看 EDG 的比赛，我就喜欢看777的赛前嘱咐。我们要帮助他们享受比赛的心态去吧。在涅槃组经过4连败之后，也是艰难的以2-1赢下 TT， 在当时呢还是保留着一点晋级机会的。可 RNG 他不惯着你，他直接让 IG 让1追2了，抹灭了 EDG 的希望。那说头铁谁比得过 EDG 呢？他们是真的很爱用小火龙这个英雄啊，这个赛季出场过4次，前面3次全部都是 Leaf 拿的，属于是涅槃组特供了。那继上次 Leaf 的450层小火龙暴毙后，在对阵 TT 的第1局 EDG 依旧选择相信，而这次 Leaf 总算不暴毙了，可对于大局来说又太晚了。涅槃组前4才有
机会参加抢位赛，也就是骑士之路。后面其余的4个队伍是直接宣告备战2025了。而即便赢下了 TT， 可输给 RA 还是对 EDG 太伤了。从结果来看，登峰组没有登峰造极的 IG 和涅槃组没有小凤凰的方 plus， 而骑士呢也确实去不了骑士之路。目前涅槃组已经有3个队伍拿到了抢位赛的名额了，剩下是 IG、WE 争取最后一个名额。而 EDG 啊，在厂长做教练的2个赛季，均打出了队史最差成绩。七啊，你要是有这种 buff， 就应该联系一下去 T1， 看看能不能去蹭个分析师啥的，1换1我们是真的挺赚的。最后来聊聊崛起的 OMG 吧。从定组赛的1场未胜到组内赛的一扫阴霾，真正在涅槃的涅槃组队伍啊，虽然很可惜这5连胜在26号被 TT 终结，但调整好后的 OMG 确实可以说扫除了因为 Cube 离去带来的混乱。没想到定组赛让我极其失望的 TT 在2比0赢下 OMG 后啊，也是确认进入抢位赛了。目前来看呢 ，OMG 的调整是值得夸奖的。选手出逃兵的情况下没有摆烂，而是找来亨利救火，随后呢引入天真，没有从 LDL 去抽卡，而是选用即时战力。OMG 的 AD 是一个蛮有天赋的新人 ，C 的时候也挺 C 的，所以队伍找即时战力后立马能迸发出很好的效果。教练组有东西，思路很清晰，天真呢也没有辜负期待，在这场面对 WE 的关键战是再次祭出了自己的绝活狮子狗。12分钟这一波的团战闪现劲草，再回身反打，成功的收割了残局，拿到了3杀，杀死了比赛。绝活啊，确实是绝活。天真呢，在这个 BO3也连拿了2个 MVP， 帮助 OMG 赢下了关键战。这样看 ，OMG 真没那么差，但却在定组赛一胜难求，这就不得不提定组赛 C 组的含金量了。首先，滔博和 LNG 去了登峰组后，基本已经确认拿到了季后赛的名额，而 OMG 和 RA 目前在涅槃组排名前2，也确定了晋级抢位赛。加上还有选手的出走 ，OMG 在定组赛一胜难求，确实可以理解啊。最后我再简单讲讲抢位赛规则吧，免得有些观众不太清楚。抢位赛是季后赛的前戏，是在 BO5 单败赛制下，登峰组排名后2名的队伍和涅槃组前4名的队伍将会展开一个2-2对决，其中是涅槃组的前2相互打，目前大概率是 OMG 对上 RA 了，而涅槃组的第3则是和登峰组的第9开打，剩下的则是涅槃组的第4打登峰组的第8，6队抢3张季后赛门票。现在看感觉 OMG 和 RA 还挺亏的，在涅槃组在后2名可能机会还大一些。毕竟登峰组的 NIP 和老干爹状态也挺差的，那大家是觉得打鸡头好还是打凤尾更舒服呢？那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啦，我是袁某人，下期的话我再聊聊这期没提到的其他队伍的情况，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一下关注。赛事周报每周5或者6更新，大家喜欢看比赛的话关注一下我，那我们拜拜。